了解溫度，吐槽風土，整活玩鬼畜。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我是絲姐，小心。移動影像的方向又變了。這2年大家開始追求鬆弛感和活人感，能鮮活的動起來的 Live Photo 在各大社交平台的瀏覽量和討論度那是爆發式增長。那麼問題來了，假如預算只有3000多，能買到 Live Photo 效果媲美甚至超越實況鼻祖 iPhone 的手機嗎？今天我們找來了前段時間在同一天發布的榮耀600超級版和 OPPO Reno 16以及貴1倍的 iPhone 17對比一下，不聊參數，直接出片，看看誰的 Live Photo 實力更強更好玩。直接上硬菜啦！我們分別在戶外順光、逆光、室內和暗光環境下這些高頻場景拍了 N 組 Live Photo 樣張，一起來對比一下。首先來看封面定格幀素質，順光環境 ，OPPO 的飽和度會比較高，拍攝人像背景虛化會更強一些，人物主體稍顯紅潤。榮耀和蘋果的細節解析力感覺更好些，榮耀的光影層次保留得更好，顯得人像更立體。蘋果還是一貫忠實還原的套路，對人像的美化就一般般。逆光環境，蘋果為保不過曝，人臉會有點暗，榮耀和 OPPO 都把人臉提亮了。室內燈光下呢，色溫還原都挺準確的。OPPO 會比肉眼略微暖一點點。按我個人審美的話，榮耀600超級版和 OPPO Reno 16的封面幀會比較吸睛。喜歡立體感的選榮耀，喜歡氣血感選 OPPO， 喜歡 P 圖的選 iPhone。當然啦，高素質封面只是基礎 ，Live Photo 還有一大痛點，就是封面精修、動態毛 P。那麼這3台表現怎麼樣呢？在封面幀和視頻觀感的一致性上，榮耀600超級版會比較到位，不僅分辨率沒怎麼下降，連畫幅都沒有裁切，預覽起來就很絲滑了。前後置多焦段 4K Live 還是挺有含金量的，應該會是接下來各家大廠的進化方向。不過 Live Photo 的定格幀和動態始終是走不同管線的，所以 HDR 效果跟封面會有細微的區別，後續可以繼續打磨一下。至於 Reno 16和 iPhone 17橫向對比的話呢，動態細節和色彩還原會稍遜一點點，但只看和定格幀的區別其實差距不大，都屬於第一梯隊水平。視頻觀感都過關的話，就來看看重選封面幀效果如何了。為啥要重選呢？果粉們最懂了。iPhone 的 Live Photo 給我們產了多少雷霆封面？360度無死角的小貓咪都能被蘋果找出361度。3台手機都可以重選封面幀，不過重選的畢竟相當於在視頻裡截圖，所以還是會和原封面圖有點區別。效果最一致的是榮耀600超級版，托 4K Live 的福，解析力能打，畫幅也沒有裁切。至於 Live 圖的其他玩法，比如風格濾鏡 ，OPPO Reno 16和 iPhone 17可以直接在拍攝的時候選。iPhone 的調色盤用得很趁手 ，Reno 16點開 POP 會有很多不同復古的風格濾鏡，挺有意思。榮耀600超級版的話，我建議拍攝時直接 4K Live， 拍完再到相冊換濾鏡，因為常規相機裡直接用濾鏡拍沒用上 4K 就很浪費了。至於拓展玩法，鼻祖 iPhone 先靠邊站，現在是年輕人的主場了。榮耀600超級版能給 Live Photo AI 消除，很實用，還能做自己的動畫分身。而 OPPO Reno 16呢是可以玩隨心貼的，手賬黨這下有了賽博手賬的新體驗。榮耀和 OPPO 都提供了路中拍 4K Live， 那前面饞榮耀 4K Live 的 OPPO 用戶也許能試試這樣曲線救國啦。出來的動態跟封面幀基本一致，觀感好很多，就是只能錄視頻的時候拍，沒榮耀能抬手直出那麼方便。沒提前了解有這功能的話，很容易錯過。雖說今天的主角是 Live Photo， 但榮耀和 OPPO 這2台手機的主戰場在線下。對於線下用戶關心的痛點，我們也要來把關。比如續航焦慮，出來玩，尤其是拍照這種耗電比較多的場景，最怕就是電量告急，影響發揮。電池容量上，榮耀大於 OPPO， 大於蘋果。榮耀的青海湖電池感覺已經做成綠洲護眼屏外的一大招牌了，動不動就8000上萬毫安時，比 Reno 16多了快2000毫安時，對比 iPhone 17更是翻倍了不止。那些日常使用場景，比如最高亮度、最大音量播放視頻1小時，或者連續錄制 4K 30幀視頻30分鐘，耗電最多的基本都是 iPhone 17，其他2款都沒什麼續航焦慮。當然了，榮耀這種電池容量本來就大的，會更抗造一點。同樣是戶外拍攝痛點之一，就是屏幕夠不夠亮了。出門前我們實測了全屏白底手動亮度和激發亮度，手動亮度從高到低依次是榮耀、OPPO、iPhone。從激發亮度來看，2台安卓機在戶外陽光下顯示會更游刃
綸有餘，同時播放 HDR 的視頻表現也是比較優秀的。說到屏幕 ，iPhone 17跟2台安卓放一起，邊框就顯得不夠窄了。這3台裡，紙面參數和直觀觀感都是榮耀600超級版的最窄，只有 0.98 毫米 ，Windows 16的 1.15 毫米也算不錯。至於上手感受，裸機握持的情況下，3台的中框到後蓋過渡都比較圓潤，也都算得上輕薄。別看榮耀600超級版有201克，塞了8600毫安時的電池，才這個重量其實很離譜了。設計上 ，iPhone 17是經典的極簡風格，而榮耀600超級版和 OPPO Reno 16都不約而同採用了跟星星相關的設計，一個有 bling bling 的幻彩紋理，一個又是裸眼 3D， 真的很難選。紳士們更喜歡誰的外觀呢？Live Photo 這股風其實是去年年底才真正颳起來，早些年安卓這邊沒跟上，平台分享也掉鏈子，現在大家都適配了，拼畫質只是第一步。像榮耀600超級版這樣上了多焦段 4K Live 就是個很精準的信號。以前封面幀跟動態觀感上割裂，現在把問題解決了，大家才會樂意用起來。再看 OPPO Reno 16搞了個路中拍 4K Live， 這也說明了大家都在往全焦段 4K 這個方向死磕。至於蘋果一向有自己的節奏 ，iPhone 17就是做好了 Live Photo 的本分，4個字概括：夠用就好。現在手機零件成本都在漲，各家都在找突圍口，有提點配置，然後順應市場漲價的，比如 OPPO Reno 16系列，也有選擇體驗不降維、規格有取捨來控制價格的，比如榮耀600系列，但整體而言都是下調了處理器規格，把更多心思花在了體驗配置上。當然還有逆天降價增配的，比如 iPhone 17，去年真的大殺四方。不過對於榮耀600系列和 OPPO Reno 16系列這種主打線下的機型，用戶更關心的往往是外觀、屏幕、拍照和存儲規格和價格這些直觀的東西。比起手機配置，大家對價格會更敏感。這就是為什麼 Reno 16標準版有 1TB， 而 Pro 版反倒沒有了。畢竟 Pro 本身定價就更高，要是再配上 1TB， 總價看着就很有壓力啊。更何況現在手機處理器性能普遍過剩，很難在日常使用中感受到差距。所以近期打算換機的朋友，不用過度糾結芯片，結合自己的預算和使用偏好來選就行。預算有限，想要續航優秀，屏幕夠護眼，前後置都能直出多焦段 4K Live 的，可以選擇榮耀600超級版。如果你需要更小握持尺寸和更多可選的存儲規格，可以考慮 OPPO Reno 16。如果你只是想要強大的處理器，習慣了蘋果生態，並且預算充足，那 iPhone 17可能是你的菜。好了，本期 Live Photo 大比拼就到這裡，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貝瑞斯姐在線求點讚、求關注、求轉發，謝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我們下期再見。